根据近期多份国外防务媒体及欧空局哨兵2号光学卫星的图像分析，备受关注的中国095核动力攻击潜艇被首次完整拍摄到。合成孔径雷达图像还显示，该潜艇于2月9日前后移入下水船坞，随后进行下水调试。事实上，2022至2023年间就是095潜艇从传闻走向实证的关键转折点。当时国外商业卫星拍摄到的渤海造船厂露天堆场图像，曝光了几个极具震撼力的12.5米至13.5米之间的大直径耐压壳分段，直径甚至超过海狼级的12.1米，推测其排水量将直冲1万吨。单壳体搭配局部双壳体虽然储备浮力较小，但结构重量效率极高，这允许将节省下来的重量用于加厚耐压壳体壁厚、肋骨和横舱壁，从而在物理层面支撑起600米以上的极限深度，并免疫大部分现役反潜武器。直径更大的耐压壳还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布置多层浮筏，反应堆可以提供更大的高度差，实现效率更高的自然循环。我们知道，随着海洋战略博弈向深海与极地延伸，攻击和潜艇的声学隐蔽性是其生存与威慑的最核心基石。095的关键静音技术特征包括采用深度进化的第4代全功率长寿命一体化自然循环压水堆，实现源头降噪，功率约为5至6万马力。中压直流全电架构是动力传输静音基础，大概率采用无轴泵喷，其是推进系统静音关键。095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将 X 型尾舵和停手伸缩水平舵应用于万吨级攻击和潜艇的型号，在技术整合度上直接跳到了战略和潜艇才有的高标准。短粗艇体结合停手舵和 X 尾舵，形成全向高效静音操控，高效抑制流体噪声。配合全电架构下的主动浮筏隔震和第4代声学超材料复合消声瓦，其静音水平从追赶到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美国海军情报局在其最新的中国海军评估报告中，对095的静音评价从早期的接近洛杉矶级改进型直接调高到与弗吉尼亚级基本对等，其静音水平为90至95分贝，实现了从水下拖拉机到大洋黑洞的逆袭。核潜艇的核心噪声源之一是核反应堆，其噪声主要来自主循环泵噪声和反应堆结构振动。传统压水堆依赖主循环泵强制驱动冷却剂在一回路循环，高速旋转的泵体产生强烈的机械振动与流体噪声，频率范围10至500赫兹，是中低速航行时的主要噪声源。例如，洛杉矶级和潜艇的 S6G 反应堆的自然循环能力不足，仅25%满功率，中低速航行时仍需启动主循环泵，噪声贡献值达15至20分贝。而反应堆堆芯、压力容器及管道系统的机械振动，通过艇体结构传递至海水，形成辐射噪声。传统压水堆的一回路管道复杂，连接点多，易产生共振，进一步放大噪声。为解决这一问题，美俄在第4代和潜艇反应堆中引入一体化自然循环设计，将蒸汽发生器与反应堆压力容器集成一体，减少管道连接，提升自然循环能力。仅依赖于冷却剂在堆芯与蒸汽发生器之间的热对流高度差，从而在中低速航行时关闭主循环泵，从源头消除泵体噪声。俄罗斯亚森级的 KTP-6 反应堆、美国海狼级的 S6W 反应堆均采用这一设计，自然循环能力分别达到30%至35%、35%满功率，可实现18至20节的静音巡航。而美军主力攻击潜艇弗吉尼亚级的直径仅为10.4米，比海狼级小了近2米，其回路垂直高度极为受限，普遍认为其在自然循环状态下的静音航速仅为7至10节。095型搭载的第4代全功率长寿命一体化自然循环压水堆，采用高负极度铀燃料或新型金属陶瓷燃料，实现30年不换料，与潜艇同寿命，无需像093那样在服役中期进行切开壳体更换和燃料的大手术。
将蒸汽发生器、稳压器与反应堆压力容器集成于一个密闭壳体，一回路管道长度可缩短60%，流动阻力降低40%，自然循环驱动压提升35%。通过将蒸汽发生器布置于反应堆顶部，13米级的耐压壳允许更大的自然循环高度差，进一步提升循环效率。采用小直径燃料元件与优化的栅格布置，提升堆芯换热效率，从而减少冷却剂流量需求。095型反应堆的自然循环能力推测达到40%满功率，远超海狼级的35%、弗吉尼亚级的28%与亚森 M 级的30%至35%。结合5至6万马力的总功率，其自然循环状态下静音航速推测可达20至22节。不过，即便是自然循环，反应堆舱段仍然是高密度噪声源集群，其长度约15至18米，占艇体总长13%至16%，集中了和潜艇最复杂、最核心的动力设备形成的多点广谱高强度的噪声占动力系统总噪声的45%至55%，且需兼顾和安全散热、应急通道等多重约束，声学治理空间被严重压缩。反应堆压力容器外侧需敷设1.5至2米厚的重量达数百吨的铅硼聚乙烯屏蔽层，为了避免屏蔽层移位导致辐射泄漏，屏蔽层与舱段船体通过刚性支架固定，这就形成了反应堆屏蔽层船体的振动刚性传导路径。相对而言，发电机组的屏蔽要求极低，可完全包裹于超大型浮筏内部。反应堆舱段必须预留宽度大于1.2米的双通道应急撤离路线，直径大于3米的反应堆顶部检修口及一回路管道，快速隔离阀操作空间，导致舱内设备布局密集，空间利用率达75%至80%，无法布置超大型浮筏。相比之下，发电机组舱段空间利用率仅50%至60%，浮筏布置不受空间限制。反应堆舱段还需布置非能动应急冷却系统，其管道与阀门必须直接连接反应堆压力容器与舱段外部的海水接口，形成刚性贯穿件。这些贯穿件成为振动传递的短路通道，而发电机组舱段无此类强制贯穿要求，因此反应堆舱段只能采用设备级隔震。堆芯支撑结构、主循环泵、蒸汽发生器等核心设备均采用独立微型浮筏。辐射屏蔽层与反应堆压力容器之间增设100毫米厚的弹性阻尼垫。占舱段结构噪声的30%的一回路管道采用3重阻断设计，高压自平衡挠性接管、管道外壁阻尼涂层和管道支架弹性设计。最后，在反应堆舱段与相邻舱段的船体结构之间设置500毫米厚的弹性阻尼层，形成振动隔离屏障。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在2025年底率先实现了超碳1号的商业运营，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布雷顿循环，改写了人类烧开水发电的历史。被加热到31.1摄氏度以上，加压到7.38兆帕以上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既像气体一样具有高扩散性，又像液体一样具有高密度，能显著提高循环效率。其透瓶的尺寸仅为同功率蒸汽透瓶的1/10到1/20，自然循环的理论效率可达45%以上，而且系统是单箱循环，没有汽水分离过程，取消了传统潜艇2回路中极易产生噪声的汽水分离器和大型主冷凝器。未来中国核潜艇在热电转换效率和系统静音性上将彻底甩开任何采用传统蒸汽朗肯循环的核潜艇。095的第4代一体化自然循环压水堆是其静音性能的核心保障，通过超高自然循环能力、分级智能隔震全流程管道阻尼和舱段结构解耦，大幅降低了反应堆结构振动噪声，无泵静音航速达20至22节，结构振动噪声控制在82至85分贝。这一突破不仅解决了中国核潜艇长期存在的动力噪声瓶颈，更为全电架构与无轴推进的集成奠定了基础。
动力传动链方面，传统和潜艇普遍采用反应堆气轮机齿轮箱传动轴螺旋桨的机械传动模式。这一模式存在齿轮箱噪声和轴系噪声两大噪声源。蒸汽轮机转速约3000转每分钟，与螺旋桨转速约100至200转每分钟不匹配，需通过齿轮箱减速。齿轮啮合产生的冲击噪声与震动是明显的高频线谱噪声。洛杉矶级的齿轮箱噪声达30分贝，成为其静音性能的主要短板。美国在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上采用5轴联动磨齿技术，实现微米级的啮合精度。通过对大重合度双斜齿轮的齿廓进行非线性修行，确保齿轮在负载变形下依然保持滚动接触而非冲击接触。齿轮箱在安装在巨型双层浮筏之上，而传动轴长度可达数十米。高速旋转时产生的扭转振动、弯曲振动与轴承摩擦噪声，频率范围10至1000赫兹，是潜艇最主要的机械噪声源之一。此外，潜艇尾部结构的非对称性还会引起不均匀半流场，螺旋桨在其中运转时将产生非定常推力，并导致推进轴系产生周期性的纵向拉压变形及推进轴系的纵向振动。推进轴系纵向振动经推力轴承传递到艇体，进而产生水下噪声。例如，俄罗斯亚森 M 级的传动轴系噪声贡献值达20至25分贝，占总机械噪声的40%。海狼级通过多个自适应弹性轴承座来固定长轴，在尾部专门设计了半封闭的声学屏蔽舱。轴承基座上安装了主动电磁执行器，传感器实时捕捉轴系的弯曲振动频率，执行器瞬间产生一个相位相反的力进行抵消。这种技术在10至500赫兹的低频段表现极佳，能将轴频及其谐波噪声降低15至20分贝。在新批次的弗吉尼亚级中，美军开始尝试使用大直径碳纤维复合材料传动轴替代传统钢轴，其模态阻尼是钢轴的数倍，天然具有吸音体质。即便美军做得再好，只要有齿合轴，振动就无法完全消除。而095采用了马伟明院士团队研发的中压直流全电架构和无轴泵喷推进，是全球首个在核潜艇上工程化应用的中压直流系统。反应堆产生的热能加热蒸汽，驱动蒸汽轮机旋转，蒸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电能通过中压直流配电系统传输至无轴泵喷推进器的环形电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传动模式，彻底取消了减速齿轮和传动轴，动力是通过电线传输的，实现了传动链的零机械接触静音。中压直流系统无需考虑频率同步，并网控制简单，稳定性高，直流传输无功损耗，电缆重量与体积更小，易于接入电池组或超级电容。这种混合动力模式允许潜艇在反应堆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存储电能实现瞬时的爆发出力，没有机械齿轮换挡或气轮机升功率的延迟，提供高速冲刺所需的瞬时大功率脉冲，增强规避鱼雷时的动态响应，同时平抑电网波动。美国弗吉尼亚级尽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攻击和潜艇之一，但其设计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大功率永磁电机和中压直流配电技术尚不具备在核潜艇上服役的可靠性。美国海军直到最新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才正式确认采用电力推进及基于交流电网的有轴电推。而我们知道，交流电网必须保持频率稳定，这意味着发电机组的转速必须与电网频率强制同步。即使潜艇在低速航行，发电机也要高速旋转来维持频率，这产生了较大的机械振动和电磁效较。而中压直流系统的发电机的频率不再需要严格锁定在公屏上，低速航行时，发电机可以怠速运行，机械噪声呈指数级下降。蒸汽轮机也可以运行在它最安静、最高效的转速区间，无需为了输出横频交流电而被迫维持某一固定转速。这给了反应堆和蒸汽轮机极大的运行自由度，
可以让它们始终工作在振动最小的工况点。另外，095的12项整流发电机由4组相位互差15度的3相绕组构成，这4组交流电经过不控整流桥后叠加形成的直流电压波形，不再是粗糙的6波头，而是精细的24脉波。脉波数越多，意味着发电机的电磁转举脉动越小，发电机本体在运行时就越平稳，由电磁力激发的线谱噪声就越弱。这是从源头上的物理降噪，是后续任何隔震措施都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输出的直流电压越平滑，也意味着后续推进电机和全件用电设备获得的电能更纯净，减少了因电流谐波引起的设备振动和能量损耗。另外，交流系统需要巨大的变压器、配电柜和同步控制器，这些设备占据了潜艇极其宝贵的耐压空间。而直流系统取消了笨重的变压器，改用高频电力电子变换器。同样的配电功率，直流系统的设备体积仅为交流系统的40%至60%，节省下来的空间，095可以用来安装更大功率的发电机组和更厚实的减震基座。这意味着，在推进系统的系统集成上，095确实利用了后发优势，打造了一个数字化、全电化、极净化的底层平台，在架构上领先了弗吉尼亚级一个代际。在这个平台上，无轴泵喷推进才真正具备了实用化的意义。关于推进系统，我们知道螺旋桨的空化噪声极为危险，是潜艇高速机动时最显著的特征。潜艇螺旋桨高速旋转时，叶片正面压力升高，叶片背面压力急剧降低。当局部压力降到海水饱和蒸汽压以下，水会瞬间沸腾，产生大量微小气泡。这些气泡随水流进入高压区，会瞬间溃灭。气泡溃灭时，局部温度瞬间上千度，局部压力瞬间数百大气压，产生冲击波和微射流，并发出尖锐、高频、连续及响亮的宽频爆裂声，频率覆盖1K 至数十 K 赫兹，潜艇噪声瞬间飙升20至40分贝。螺旋桨叶片在非均匀半流场中旋转，周期性的排挤水体会产生压力脉动。这种旋转线谱噪声频率为转速乘以叶片数及其谐波，这是敌方被动声呐判断潜艇航速和叶片数的主要依据。水流流经叶片边缘还会产生卡门涡接，会引发叶片颤震，表现为中高频的窄带随机噪声。为解决这些噪声，美俄采用有轴泵喷推进，通过导管包裹螺旋桨，抑制空泡噪声。泵喷导管使螺旋桨外围压力显著升高，叶片背面不容易降到蒸汽压以下，空化门槛直接提高30%至50%，这是泵喷最核心、最关键的空化抑制机理。同时，叶尖被导管包裹，叶尖间隙极小，叶尖涡流被抑制，再通过精密的叶片形状设计，叶尖空化基本被消灭。加之前制定子理顺水流以消除涡流空化，更多的转子叶片降低单叶负荷。这种设计能将空泡出生速度从7叶大侧斜螺旋桨的12至15节提升至20节以上。导管不仅管理流场，还充当了声学屏蔽罩。叶片产生的机械高频噪声在向侧向辐射时，会被导管内壁的多层牺牲材料和复合材料结构吸收反射，使其主要向艇后方窄范围辐射。导管本身还具有极高的模态阻尼，其固有频率避开了转子的叶频及其谐波，可防止在高航速下发生共振啸叫。因此，低航速下泵喷的低频线谱噪声比7叶大侧斜桨要小15分贝以上，宽带谱总噪声级下降10分贝以上。高航速下降噪效果更为明显。美国在有轴泵喷领域积累的导管流场管理和叶片载荷控制技术以真化境，中国在这一领域极难超越。095的无轴泵喷在继承有轴泵喷优势的同时，还进行了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将驱动电机集成到环形导管内部，电机定子镶嵌在导管壁上，转子与叶片集成一体，
彻底取消了传动轴。这一改变直接拔除了轴系机械噪声源，也从根本上消灭了轴频线谱特征。如前所述，轴系噪声主要表现为低频线谱，集中在10至500赫兹的低频区，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传播距离，是潜艇低速巡航时最主要的暴露源。而轴转频与齿轮相参数、航速直接相关，叶频与螺旋桨叶片数相关。这些特征如同潜艇指纹，只要轴在转，噪声就存在，易被稳定识别和跟踪，是反前站的命门。传统轴系通过高精度加工、主动隔震、消声瓦覆盖等手段，固然可将噪声控制在极低水平，然而095的无轴泵喷从源头抹去了轴系噪声，无疑是水下隐身技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之一。另外，有轴泵喷中心还有一个较大的轮毂，水流流经轮毂尾部时，会形成强烈的鼓涡。在高速工况下，鼓涡核心压力较低，易产生鼓涡空化。这种空化噪声频率低、能量大，且难以通过叶片修行消除。而无轴泵喷作为有轴泵喷的进化版，取消了长轴和大型轮毂后，中心流场更加平滑，显著降低鼓涡空化风险。这是无轴泵喷在空化抑制上最直接的贡献，空泡出生速度理论上限更高。美国对无轴泵喷推进系统的积累其实极其深厚，但在和潜艇大规模工程应用上，目前确实处于一个微妙的调速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就资助了关于集成电机推进器的研究，目的是为海狼级潜艇寻找超越机械轴的方案。当时，美国通用动力电传公司曾展示过小型无轴推进原型机。美军的多种中大型无人潜航器早已普及了无轴泵喷，在几百马力级别下运行得非常成熟。但美国海军在90年代立项弗吉尼亚级时认为，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如高压 IGBT 可靠性不足以支撑万吨级和潜艇的持续航行，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减速齿轮和浮筏技术，依然能让有轴系统保持领先，没必要冒风险去搞全电无轴。美军计划在下一代攻击和潜艇上尝试真正的无轴泵喷技术。我们知道，无轴泵喷推进器虽然在民用领域已有应用，但军用高功率、低噪声、电磁高隐蔽性的无轴泵喷工程难度极高。095的无轴泵喷采用多箱永磁容错电机，在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的支撑下，每一个线圈组都由独立的逆变单元驱动。数字化控制系统以微秒级速度监测每一项的电流，一旦发现某几项线圈损坏，系统会瞬间切断这些损坏项的供电。为了补偿缺失线圈产生的力矩波动，控制器会重新计算剩余健康线圈的电流相位和幅值，确保环形转子受到的电磁力依然是空间对称的。无轴泵喷取消了传统的金属传动轴和复杂的油润滑系统，转而采用了一套名为水润滑组合轴承系统的颠覆性方案。当环形转子高速旋转时，海水被吸入定子与转子之间的微小间隙，形成一层具有承载能力的高压水膜，将转子托起，使其与定子之间实现物理不接触。定子中还集成磁悬浮线圈，在水膜尚未形成时，磁悬浮系统通过主动电磁力将转子悬浮在中心位置，实现零摩擦启动。无轴泵喷由于将巨大的高功率驱动电机直接布置在耐压壳外的导流罩内，面临磁信号泄漏的天然挑战。095采用的多箱永磁容错电机在设计之初就优化了磁路拓扑，使大部分磁场在线圈与转子永磁体之间闭合，大幅减少了向空间辐射的杂散磁场。在环形定子外侧可能包覆了多层由泼墨合金或新型纳米晶软磁材料制成的屏蔽壳，在导流罩内嵌有一组特殊的补偿线圈，根据磁通门传感器数据输出一个相位相反、强度相等的抵消磁场。
由于没有贯穿全艇的钢制长轴，而长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偶极子，其转频磁信号具有极强的特征性。反潜机可以通过数字信号处理，从杂乱的地磁背景噪声中精准提取出该特定频率。095反而消除了潜艇最难处理的周期性转频磁信号，从而更能有效对抗磁异探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轴泵喷并非没有噪声挑战。海军工程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无轴泵喷在某些工况下会产生异常的高频梳状线谱噪声。经分析证实，来源于流机引起的叶轮面内二弯模态共振。通过在叶轮过流通道增设环晶，以提高叶片支撑刚度，实测降噪 25.2 至 30.2 分贝。无轴泵喷的结构特点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战术优势：极强的抗异物缠绕能力。传统有轴推进器的中心有轴、渔网、海带等杂物一旦卷入，会向中心缠绕并越缠越紧，轻则丧失动力，重则导致潜艇倾覆。而无轴泵喷的圆心是空的，外物的缠绕通常向中心聚集，空心圆心正好让外物通过，很难发生缠绕事故。这对潜艇在浅海、近岸等复杂水域的隐蔽行动具有重大意义。095的中压直流全电架构与无轴泵喷推进深度协同，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和潜艇的动力传动模式。全电架构消除了齿轮箱与长轴系的机械噪声，无轴泵喷推进抑制了流体噪声与空泡噪声，两者协同工作使动力系统综合噪声降至80至85分贝，较093B 型105至110分贝降低25至30分贝，较美俄同类装备降低5至15分贝。这一突破不仅解决了传动链的声学暴露问题，更提升了推进效率与战术灵活性，为095型的整体静音性能奠定了核心基础。不过，即便反应堆运行于自然循环，中压直流与无轴泵喷确立了极低的动力源噪声基准，潜艇内部仍存在大量无法消除噪音的机械与电磁设备，包括主冷却剂泵、二回路的集水泵、循环水泵、冷凝气风机、气轮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组，还有通风风机、空调压缩机、海水淡化装置、液压舵机泵等，甚至还有全电架构下更广泛的电磁噪声等，这些构成了噪声的长尾。低频线谱明显，主动伏阀是处理这些剩余振动源的关键手段。我们知道，传统被动伏阀对1至50赫兹的低频振动的抑制效果有限，必须采用主动伏阀隔振。095采用的主动伏阀隔振系统是何林院士团队研发的第3代智能隔振技术，是全球首个全智能、强带宽频、全生命周期的潜艇隔振系统。核心是3级结构层层减震、主动闭环抵消和智能自适应，专门解决潜艇100吨级重型设备低频线谱、变工况、变海况下的隔振失效难题。其总振级落差达75至85分贝，较093B 的双层被动伏阀振级落差40至55分贝，实现了质的飞跃。其中最核心隔振采用钛合金骨架和特种橡胶组成的智能气囊隔振器，抗疲劳寿命大于30年，内置压力、位移和振动传感器，可实时分布式感知设备振动。压电式高速调压阀，可主动调节气囊气压，压力调节精度达 0.01 兆帕，实时跟踪低频线谱，精准生成反向抵消信号，从而抵消振动。单个气囊的承载能力达100吨，固有频率 0.8 赫兹，振级落差30至35分贝。智能算法可随设备老化、海况变化自动调整参数，维持全寿命周期性能。在阀架与艇体基座之间，还布置了多个大推力电磁或磁悬浮作动器，这些作动器与气囊隔振器并联或串联工作，直接在结构传导路径上抵消低频振动。虽然海狼级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但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大排水量和潜艇上将主动隔振与主动振动抵消技术实现系统化工程应用的平台。
在 S6W 反应堆的一回路主泵大型主减速齿轮箱的基座支撑点处嵌入了大功率电磁作动器，在耐压壳体内部特定的共振节点上布置了主动激振器，抑制挺壳由于内部机械残余振动引发的二次辐射。不过这种早期的主动隔震既不可靠又十分昂贵，弗吉尼亚级反而淡化了这种设计，仅在局部关键设备进行主动控制。095充足的电能储备和中压直流母线这一降维打击般的优势，允许它比美军更豪横地在全舰布置主动隔震，能够支撑数百个执行器同时高频工作，覆盖全舰所有核心机组。095取消了传动轴，这意味着伏筏不再受限于轴系的对中约束，机组可以悬浮在更大行程的主动减震器上，实现全六自由度的振动隔离。095机组传递到艇鞘的能量可能仅为传统潜艇的1%左右。海军工程大学的隔震测试表明，主动伏筏隔震系统在隔震层级、固有频率、总振级落差及低频隔震效果方面全面领先，尤其是在1至50赫兹最难的低频振动抑制方面，较美俄同类系统提升30分贝以上。专门消除美军声呐阵列最敏感的50赫兹或60赫兹特征线谱，实现了振动传播阻断的领跑优势。主动伏筏技术将潜艇从被动躲避声呐提升到了主动管理声纹的高度。对于095而言，这套系统配合无轴泵喷，使其在静音性能上真正跨入了与美国弗吉尼亚级 Black 5乃至海狼级对等的行列。潜艇在水下航行时，水流与艇体、舵面推进器等结构相互作用，还会产生流体噪声，比如水流绕艇体、桅壳舵面流动时，在结构尾部形成涡流脱落产生的噪声，频率范围100至1000赫兹，是中速航行时的主要流体噪声源。艇体表面边界层湍流产生的噪声，频率范围1000至1万赫兹，随航速增加而显著增大。流体噪声占总噪声的30%左右，是潜艇高速航行时的主要声学暴露源。例如，洛杉矶级和潜艇在30节高速航行时，流体噪声贡献值达90分贝，成为其被远程反潜声呐探测的主要原因。095艇体明显变粗，这种设计减少了潜艇单位排水量的湿面积，从而降低了摩擦阻力。同时，更宽的艇体允许采用更圆润的手部形状，优化了水流在进入艇身中段之前的分离趋势，推迟了边界层转裂。因此095的短粗构型和海狼级潜艇一样，适合深海远洋和高速行进，是真正追求水下绝对统治力的纯种战舰。而弗吉尼亚级的直径缩小至 10.4 米，长度却拉伸至115米，Black 5甚至达到140米，长宽比较大，增加了摩擦阻力，是向成本和多用途妥协的产物。095采用了伸缩式挺手舵，取消桅壳舵。桅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流体阻力源，如果将舵面安装在桅壳上，舵面偏转时产生的强力涡流会与桅壳自身的马蹄涡发生剧烈干扰。这种复杂的非定常流直接冲向后方的泵喷，产生剧烈的脉动压力噪声。将舵面移至手部，使其处于未受扰动的层流中，舵面工作环境纯净，产生的流体噪声大幅降低。在深海定身巡航时，095可以将挺手舵完全收回，此时潜艇手部变成一个完美的流线形体，消除了舵面支架缝隙产生的口哨声和湍流噪声。而桅壳舵永远暴露在水流中，即便不偏转，也会产生寄生噪声。取消桅壳舵后，095可以采用更低矮的一体化流线桅壳，并增大舷角半径，能有效抑制桅壳与艇体交汇处产生的马蹄涡，还能毫无顾忌地破冰，从而能利用北极冰盖作为掩护，具备冰下猎杀潜力，甚至可从侧翼对北美实施高超音速打击。095采用了连续平滑外壳，大幅减少了流水孔数量，并使用了带自动盖板的隐藏式排水口，极大降低了艇体表面的声学粗糙度，减少了湍流噪声。相比之下
093艇体侧面分布有较多用于注排水的流水孔，这些孔洞在高速航行时会产生严重的空腔共鸣噪声。095还采用了高难度的 X 型尾舵的4舵独立控制设计，在同样的舵面积下，能提供的控制力矩比十字舵高出约30%至40%。不仅提升了水下机动性，更在流体噪声抑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X 型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军在 AGSS-569 试验艇上率先验证了该设计。虽然表现出极佳的机动性，但受限于当时的模拟计算机性能，无法解决4个舵面复杂的耦合计算问题。美军继续使用技术更简单的十字舵。随着数字电传操纵系统的成熟，以瑞典西约特兰级、哥特兰级和布莱金厄级、荷兰海象级、日本苍龙级和大鲸级等为代表的常规潜艇开始大规模应用 X 型舵，以应对前海作战需求。21世纪后，随着深海与浅海兼顾的作战需求增加，美国哥伦比亚级、英国无畏级、法国苏弗朗级等开始在核潜艇上全面普及 X 型舵。我们知道，潜艇指挥塔尾可产生的卡门涡接主要沿中轴线分布，会引发十字形舵面的剧烈颤振产生噪声，还会降低舵效。基洛级甚至取消了上部的垂直舵面，将主要的转向功能交给尺寸更大的下部垂直舵，而 X 型舵偏离了垂直水平轴，从而避开了尾可产生的强烈下洗流和稳流中能量最高的部分流道干扰，尾部涡流区面积减小40%，涡量强度降低35%，无明显脱涡现象。此外， X 型舵肩不超过艇宽，无舵面突出，减少了水流撞击噪声。X 型舵将水流导向推进器时形成的流场呈现4象限对称，这让无轴泵喷的环形转子在旋转一周的过程中受到的推力波动极小。作为对比，十字形尾舵在20节航速时，尾部涡流噪声为105分贝，涡流区长度达15米。而 X 型尾舵在相同航速下，尾部涡流噪声降至90分贝，涡流区长度缩短至9米，噪声降低15分贝之多。相比之下，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采用传统十字舵，尽管美军利用高精度的计算流体力学对舵面载荷进行了精细分配，使进入泵喷的流场尽可能保持对称，但仍然需要增加稳定器，用于理顺高速航行时的尾部流场。095将13米直径大艇体艇首伸缩水平舵与 X 型尾舵结合在一起，是顶级和潜艇追求极致静音、深海高机动与近海安全性的黄金组合。据推测，095的综合流体噪声在20节航速时降至85分贝，30节航速时降至95分贝，全面优于美俄同类装备，成为其静音性能的重要支撑。最后，还需要消声瓦来抑制潜艇内部残余振动辐射和流体噪声，补全静音链条最后一环，同时对外削弱敌方主动声呐回波，提升复杂探测环境下的生存力。我们知道，诸如基洛级潜艇装备的传统消声瓦仅能在10K 至50K 赫兹的窄频段实现有效吸声，且隔声效果有限。095采用的声学超材料消声瓦是中国船舶集团第715研究所研发的第4代消声瓦，融合了仿声学、材料学与声学理论，核心特征为多层复合仿声结构，宽频吸声高阻尼，其性能预计全面超越弗吉尼亚级的 MMP 多层模块化消声瓦、俄罗斯亚森 M 级的多层橡胶消声瓦等第3代消声瓦。弗吉尼亚级的消声瓦由不同密度的聚氨酯和合成材料层叠而成 ，Black 常是混合声学超材料。消声瓦外层负责与海水阻抗匹配，让声波进得来，内层则负责散射和吸收。相比海狼级的单块粘贴，弗吉尼亚级采用更大面积的整体成型技术，大大减少了缝隙。其材料经过特殊改性，能在不同水压下保持空腔形状，确保在400米深度依然维持稳定的吸声性能。
亚森 M 级采用了代号为闪电的系列消声瓦，内部是多种几何形状的非均匀空腔分布，旨在通过不同的谐振频率覆盖极宽的声波频段。由于亚森 M 级的工作深度达到520米，极限深度超过600米，这个深度下普通的消声瓦孔洞会被压扁导致失效。俄罗斯在消声瓦基体材料中掺杂了大量微小的充满气体的空心陶瓷微珠，来维持内部微空腔结构，确保了在大深度航行时吸声性能不发生断崖式下跌。亚森 M 级的消声瓦在对抗鱼雷主动声呐方面表现极其出色。据推测，对于美军 Mk-48-7鱼雷的10千赫兹以上频段主动声呐的吸收率可达95%以上，鱼雷主动声呐的有效锁定距离会缩短约40%至50%。不过，传统消声瓦的作用机理相对简单，让声波进入瓦体，通过内阻尼将声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但材料本身的厚度和阻尼存在物理极限，无法有效对抗低频主动声呐。而声学超材料最核心的物理机制就是局域共振效应，在基材中嵌入精心设计的局域共振单元，将声波能量囚禁在微小的共振单元内，实现高效吸收。这些单元通常是微小的弹簧质量系统，比如包覆软材料的重金属芯体。当特定频率的声波入射时，这些单元会发生强烈共振，将声能转化为机械振动能，再通过基材的阻尼耗散掉。由于共振单元的尺寸远小于低频声波的波长，因此实现了小尺寸控制大波长。这意味着095可以在厚度有限的消声瓦内实现对以往需要厚得多的传统材料才能吸收的低频声波的高效吸收。为了拓宽吸声频带，095的消声瓦还可能集成了亥姆霍兹共振腔结构，其是一种经典的声学结构，由空腔和颈部组成，对特定频率的声波产生强烈吸收。通过将不同尺寸的共振腔阵列化、多阶化，可以实现多个吸声峰值的叠加，从而拓宽有效频带，不再有显著的声学窗口。除了包含声学超材料，095的消声瓦是多层具有不同声学特性的材料精确复合而成的功能结构。比如，表面的仿生层采用高硬度、高耐磨的聚氨酯弹性体或丁基橡胶复合材料，并可能在挺体中段局部采用仿生鲨鱼皮微沟槽。中国基于领先的大功率飞秒激光清洗与加工工艺，能够在消声瓦上雕刻微米级精度沟槽，其能够干预湍流边界层中的低速条带。沟槽的尖峰能将湍流中的准流向涡抬离挺体表面，这减少了漩涡与消声瓦表面的直接撞击，从而降低了壁面压力脉动。这种结构能降低表面摩擦阻力约8%至12%，并降低湍流脉动噪声达3至5分贝。微沟槽还增加了消声瓦表面的有效声阻抗面积，抑制高频声波反射，使10K 到100K 赫兹频段的吸声系数提升0.1至0.15。未来，声学超材料更进阶的作用是可以改变潜艇的声学指纹。通过嵌入压电材料，可以主动调控反射声波的相位、幅值等特征，使敌方声呐接收到的回波不再具有金属潜艇的典型特征，而是被伪装成海洋生物或地质背景的噪声。这种声学迷彩能力更是第3代消声瓦无法企及的。095能够率先大规模应用声学超材料消声瓦，本质上是中国在超材料体系化工程能力上的又一次降维打击。美国在传统高分子阻尼材料领域有近100年的工程数据积累，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越美军那种极致的材料配方。而中国凭借电子工业和精密微制造的规模效应，将原本只能在实验室里手工制作的超材料，变成了可以像壁纸一样大规模量产的工业品。总体推测，095消声瓦的宽频吸声系数达0.80至0.95，隔声量30至35分贝，目标强度降低20至30分贝，全面优于弗吉尼亚级消声瓦的吸声系数0.75至0.85，隔声量25至30分贝。
在20公里距离上，敌方10千赫兹主动声呐无法识别095的回波信号。潜艇自身辐射噪声经消声瓦格声后，向外传播降低10至12分贝，使综合自噪声进一步降至90至95分贝。095攻击和潜艇通过大功率自然循环堆拔掉了机械噪声的根，通过中压直流全电架构重塑了能量传输的脉，通过无轴泵喷推进斩断了最后一根噪声的轴，通过艇体线型优化 X 型尾舵和仿生微结构抚平了湍流，主动浮阀与第4代消声瓦的加持，编织了一件密不透风的隔音衣。095的工程师们成功地将机械噪声和推进器噪声压制到比流体噪声低10分贝以上，使得流体噪声成为了全艇噪声的天花板和基底。在水下复杂对抗中，095的静音优势如何转化为战术胜势？095能否在大洋深处猎杀弗吉尼亚级潜艇？面对美军 T-8A 反潜机水下固定声呐阵列无人潜航器编织的天罗地网，095又将如何突防与反击？西太平洋深海中的生死博弈，我们下一回见分晓。